如果有一天中國不是被外敌打垮，而是被養老金拖垮，請不要驚訝，那不是段子，是方向。當中國官方智庫罕見地提醒養老金最終將面臨耗盡風險，這一句被輕描淡寫寫進報告裡的話，其實等同於體制內部拉響了一次人口核警報。因為所有國家都有底線，不是生產的人可以存在，但不可能無限增長；拿走社會財富的人可以存在，但不可能超過生產者。一旦超過臨界點，崩潰不是可能，而是時間問題。委內瑞拉、古巴只是教科書版本，中國是現實進度條。在任何國家、任何生產力水平下，都存在一個殘酷的经濟鐵律：能從公共財政長期汲取資源，卻不直接創造財富的群體，他們的數量比例與分配份額存在一個硬上限。這個比例越高，國家就越窮。超過紅線，財富體系就會開始坍縮，因為它不僅掏空錢，更摧毀價值觀。誰還願意去創業？誰還願意進工廠？誰還願意搞科研？當生產不如分配，創造不如編制成為共識，一個國家的未來基本就寫完了。而中國正在逼近這個比例極限。有人說養老金問題沒那麼誇張，那只是因為他們還沒真正去看數據。根據中國民政部與多家學術機構的公開預測，到2035年，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超過4億，佔總人口比例超過30%，正式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。這意味着，每3個人裡就有1個是老人。而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25至2060更是直言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累計結餘將在2044年耗盡。是的，數字從2035年推遲到2044年，但不是問題解決了，而是靠拆東牆補西牆，把暴雷時間延後。就像一個負債人，不是還清了債，只是續了命。再看一組被忽略的關鍵數據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約 10.73 億人，其中城鎮職工養老保險 5.35 億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 5.38 億。聽起來覆蓋面很大，但現實卻是，外出農民工約 1.77 億人，其中養老參保率低於 10%。全國靈活就業人口約 2.4 億人，2020年參保率只有 28.5%。農村仍有約4600萬人沒有參加任何養老保險。也就是說，真正穩定繳納養老保險、形成制度現金流的人正在減少，而不是增加。養老金不是憑空發出來的，它是當代人給上一代人打工。問題是，當打工的人變少，領錢的人越來越多，錢從哪來？有人說用強制社保補漏洞，於是中國通過最高法司法解釋明確，勞動者自願放棄社保無效。這在法律層面直接關閉了企業與員工之間默認不繳的灰色通道。看上去是保護勞動者，但很多人心裡明白，它更像是養老金體系的一次緊急抽血。因為現在不是勞動者需要社保，而是社保体系需要勞動者。但問題是，青年一代已經開始不買賬了。在就業市場下行、崗位萎縮、收入停滯的背景下，越來越多人開始選擇斷繳社保。原因不是不懂，而是徹底不信。他們邏輯很清晰，如果養老金幾十年後都可能耗盡，我現在為什麼要每個月忍痛交出一大筆錢？很多90後、00後已經將社保視為強制消費稅，而不是未來保障。這不是情緒，是對未來的理性預判。與此同時，中國的老年人撫養比正在加速惡化。2024年底數據顯示，中國65歲以上人口 2.2 億，老年人口撫養比
達到 22.8%， 也就是說，100個勞動力要養 22.8 個老人。而預測顯示，到2035年，這一數字將達 36.3%， 到2050年超過 53%。更恐怖的是，部分研究預測2080年後可能突破 100%， 也就是說，一個年輕人要養一個老人，甚至更多。這不再是家庭危機，這是國家級財政風險。而更深層的炸彈是出生率。2024年，中國出生人口約954萬人，表面回升，但總和生育率僅約 1.07。這是什麼概念？全球公認的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生育率是 2.1， 而中國已經跌入超少子化深淵，生的人少了，繳社保的人自然也少了。這是一個典型的人口、財政、養老金死亡螺旋。人少，資金少，福利縮水，更不敢生，更少人，沒有止損機制。如果說人口結構是時間引爆的核彈，那麼養老金制度內部的不公平就是現成的火藥。根據公開數據，農村居民基本養老金月均只有240元，而城鎮職工養老金動輒3000至6000元以上，差距接近14倍。就算在城鎮內部，體制內與體制外退休者的養老金差距仍然可能高達2至3倍。一個月薪6、7千的年輕人，退休可能只能拿3000，而某些體制內幹部輕鬆過萬。這不是收入差距，這是階層天花板的延續。於是，一個諷刺的場景出現了：現實中有大量年輕人，工資不如父母退休金，一邊努力打工，一邊供養一個高福利退休系統，像一場無聲的代際轉移，甚至連調侃都變成了熱梗。我活成了父母養老金的提款機，而這一切才剛剛開始。中國社會正在進入一個極其危險的階段，年輕人越來越少，快速變老的人越來越多，而維繫他們的制度資金池卻越來越淺。強制社保、延遲退休、全國統籌、國資劃轉，每一項政策都像是在給這艘船打補丁。但所有真正看懂數據的人都知道，補丁可以延命，卻擋不住潮水。當一個國家開始討論要不要取消養老金特權，減少吃皇糧人口，本質上不是冷血，而是一個遲到的自救呼喊。在中國當前的養老金結構中，真正擁有話語權與安全墊的，從來不是繳費基數底部的勞動者，而是那些長期處於穩定編制、財政供養體系的群體。體制內群體的繳費年限長、基數高、補貼多，且養老金漲幅長期制度性優先。這種差距在經濟上行時期尚且能被繁榮所掩蓋，而一旦進入增長放緩甚至結構性衰退階段，就會被放大為撕裂社會的源頭之一。許多年輕人逐漸意識到，自己每月被強制扣繳的社保，並不是為自己未來養老積累，而更像是為今天退休者的維穩成本買單。按照現收現付制度，當期繳納的錢並不進入一個屬於個人的封閉賬戶，而是直接流向當前退休人員。這意味着人口結構一旦到金字塔化，整個系統的壓力會以指數級上升。而中國現在正在經歷的，正是這種最極端版本的結構變化。中國社科院《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》早已指出，從2022年開始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進入持續淨減少階段，每年減少規模超過400萬人。按照這一趨勢，到2035年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跌破8億，而領取養老金的人口將突破4億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2個繳費者去養一個退休者將成為常態，而在部分地區，
甚至已經出現1養1甚至0點幾養1的失衡結構。而現實中呢，這些繳費者自己都在失業線上掙扎。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2024年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長期在 5.2% 至 5.6% 之間徘徊，但青年失業率長期高於 14%。在部分3線以下城市，高校畢業生半年內未就業比例突破 30%。平台經濟吸納的所謂靈活就業，本質上是去福利化的臨時勞動，很多崗位根本不繳社保，或者只繳最低檔。更荒誕的是，在經濟最需要減負的時刻，卻推出強制社保的司法解釋，使一部分原本靠低成本靈活聘用勉強維持生存的小微企業，直接被推向成本懸崖。一邊是社保基金缺口的擴大，一邊是企業和勞動者承受能力的崩塌。這是一場完美的對撞實驗，而代價由最底層去支付。從某種角度來看，強制社保不是福利改革，而是財政焦慮的外溢。中國社會保障科學院疾病負擔研究中心曾公開測算，若不進行大規模制度重構，即按當前人口結構和增速推演，到2035年，中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當期缺口將擴大到每年超過3萬億元。到2045年，即使有全國統籌和財政補貼，也將面臨系統性資金枯竭風險。而這個所謂的保障系統還存在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，它嚴重依賴於年輕人口持續補血的人口紅利，而這一紅利已經被徹底耗光。年輕人的斷腳潮不是情緒，而是經濟理性。2023年到2024年，多個城市社保部門披露靈活就業人員參保人數增速明顯放緩，部分1線城市甚至出現首次負增長現象。越來越多人選擇暫時斷繳或轉為最低檔繳納，不是因為不明白社保的重要，而是明白得太清楚。在收入持續縮水、房貸壓力高企、就業不穩定的背景下，每月動輒上千的社保成本已經成為生存負擔。房租、醫藥、交通、父母養老，所有現實壓力交織在一起，年輕人面對的是一個精算過後的結論：現在多繳的錢，未來未必能拿回來。相比之下，一些體制內退休群體卻能保持穩定增長的養老金收入。據人社部數據，2024年全國退休人員人均養老金已連續11年上調，平均漲幅為 4%。而居民基礎養老金儘管也有增長，但增幅遠低於職工養老金。這種階層式養老差異正在成為新的社會不滿裂痕。更殘酷的是，這種不平等將代際複製。當前進入工作市場的95後、00後，不僅起點更低，成本更高，還要承擔比父輩更重的養老負擔，卻很可能拿到更低的養老回報。他們像被困在一個不斷加碼的系統裡，只負責供血，卻很難等到紅利。正如一位人口學者比喻，中國養老體系正從互助型社會保險滑向債務型代際轉移。這個系統的穩定不再取決於制度是否公平，而取決於年輕人還能不能被繼續榨出支付能力。問題是，當年輕人越來越少、越來越窮、越來越不願意承擔時，這套系統還能撐多久？如果說委內瑞拉、古巴的崩潰源於資源被過度消耗在非生產人口身上，那麼中國正在面對的是一個更複雜、更隱形、更漫長的版本。它不靠革命崩塌，它靠悄無聲息耗盡。